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华，欢迎来看本期视频。3月22号，海信发布了最新一代墨水屏阅录器海信 HiReader 我也在发布之前的一段时间就拿到了量产零售机。那么经过非常全面细致的测试和体验，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的首发评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它采用直角边框的机身设计，那么整机造型方正硬朗，正面和很多安卓手机有点类似。那么屏幕的左右边框比较窄，应该是目前墨水屏阅录器领域最窄的左右边框之一。额头和下巴稍微宽一点，整体屏占比呢达到了84%。虽然和主流全面屏手机没法比，但是在墨水屏阅录器领域，应该也是屏占比最高的机型之一了这一点呢，我表示给好评。来看一下它的边框部分，边框用的是全新玻纤材质，表面是细腻的深烘灰色金属质感漆。用玻纤材质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进一步降低机身重量，同时呢，可以避免冬天握持的冰冷感。机身内部支撑结构是一整块一体成型的铝镁合金，所以强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正常力度下，这样扭转机身并不会出现变形现象。在按键和开孔方面，它的左侧边框靠上位置设计了一枚实体按键，海信称之为墨质键。按键的按压反馈明确，按压的手感非常舒服，并且支持丰富的功能自定义。我们在系统的设置中点击 FN 墨质键，可以看到海信给我们提供了短按、双击以及长按3种操作方式，额外还设计了同时按墨质键和音量键调节亮度的功能。我们进入短按选项看一下可以看到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功能，比如说墨水屏常用的屏幕刷新、开关屏幕背光，也就是前光功能，还有整屏翻页等等。双击和短按的自定义功能一样。那么下方这个长按墨质键启动灵感速记的功能挺有意思的可以看作是快捷备忘录。那么开启之后呢，我们只需要长按墨质键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语音转文字的记事本界面。只要你的发音不是偏得很离谱，那么它的识别准确度呢都挺高的。当然，这个记事本呢，除了语音转文字，也可以使用键盘输入。那么内容方面呢，支持插入文字、图片以及录音，还可以添加待办项目清单以及设置提醒这就是海信 HiReader 阅录器墨质键的相关功能。总的来说，不论是按键手感还是功能都做得比较极致。它的机身底部设计了一个麦克风以及 USB-C 充电接口。实测发现，在配备3000毫安时大电池的情况下，从关机充到满需要2个小时。那么整体速度呢，属于阅录器领域的正常水平。对于阅录器这种产品来说呢，这个充电速度是足够快了。那么机身右侧边框设计了一枚红色的电源键以及音量键，按键手感呢都非常好，反馈明确，键程适中。所以这款产品的物理按键呢，我给好评最后来看一下机身顶部边框，那么左侧呢是外放扬声器，右侧印着海信设计的英文。OK， 这里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扬声器的外放效果。辛苦发家之后，曾玉平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林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总的来说呢，用来听书还是不错的，那么更多的要求就不合适了。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板，背板用的是玻纤材料，表面采用和边框一样的深灰色金属质感漆，手感细腻柔和，并且呢，背面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简洁。那么在做工方面，我也认真琢磨了一番整体呢可以给好评，眼见所得都足够精致，包括各个部件的接缝都很细致。那么以上呢就是海信 HiReader 的外观以及设计部分总的来说，在阅录器这个领域是属于很独特的风格，那么颜值上也是更符合现代审美潮流。至于手感方面，我觉得和现在的大尺寸手机类似平直边框 7.5 毫米厚以及177克的重量，拿在手里呢就像是一个轻薄的大号手机。加上墨质键和音量按键的位置设计得非常合理，所以除了必须要用手触屏的操作，那么其他阅读使用场景下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到单手操作，所以这个优化呢做得确实非常好。聊完外观设计和手感，现在给大家重点看一下阅录器最重要的屏幕方面。海信 HiReader 配的是一块 6.7 英寸的屏幕，分辨率为 1800×900， 像素密度为300 ppi， 配备接近白色的单色温前光，提供了36级强度低吸调节现在给大家重点看一下屏幕的实际表现。那么第一点就是屏幕底色方面，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很纯净，属于高端黑白墨水屏本来就该有的纯净底色。第二点是显示精细度表现经常看我阅录器评测的朋友都知道PPI 达到300的墨水屏，那么显示精细度表现都足够出色了。正常阅读距离甚至是近距离我们都很难看到像素点了。并且经过我的体验发现，海信在墨水屏显示方面的优化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我们在设置中找到墨水屏设置选项可以看到这两个选项，我给大家对比一下。那么开启之后呢，字体线条锐度都有可见提升。总的来说，这块屏幕的精细度表现属于旗舰水平，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第3点是屏幕前光方面，海信 HiReader 阅读器配备环境光传感器，所以支持自动调节屏幕前光的功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手动模式下的实拍画面，我觉得它的前光布光足够均匀，只是靠近灯珠的边框位置会稍微亮一点，所以呢总体表现可以给好评。第4点是在灰阶表现方面，那么实测呢可以完整显示黑白墨水屏的16级灰阶，不同强度灰阶的过渡相对比较柔和属于这个级别黑白墨水屏的正常灰阶优化水平。总的来说，海信 HiReader 阅读器的屏幕品质值得肯定，优化非常不错，对于阅读使用非常友好。OK，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系统以及运行速度方面。那么首先是系统方面，海信 HiReader 阅读器的系统设计非常简洁，主屏幕从上到下分别是状态栏、内容展示区以及底部标签菜单。状态栏主要显示 WiFi、电量等信息，下拉就可以呼出控制中心和通知中心。控制中心的快捷开关支持自定义，提供了省电模式、动态刷新、截图等功能。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动态刷新功能它是利用墨水屏刷新特性做的一个功能墨水屏的刷新速度越快，内容显示呢就会越模糊，反之越清晰。而我们需要快速拖动页面的时候呢需要的就是更快的刷新速度。那么内容显示呢，即使是模糊的也不影响。所以利用这个特性海信做了这个动态刷新功能。当用户触碰拖动屏幕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的提升屏幕的刷新速度。当手指离开屏幕时，那么屏幕的刷新速度呢就会降低到清晰模式。那么这种做法呢，很好的保证了交互的流畅性以及内容显示的清晰度。实测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朋友们后续如果有入手这款阅读器的话，一定别忘了开起来。下方是亮度控制模块以及显示模式最下方就是通知中心。我们来看一下主屏幕的几个标签菜单分别是书架、书城、应用以及设置。书架标签展示的是我们从掌阅精选书城购买的书籍，而书城标签展示的就是掌阅精选书城的内容。应用标签展示的是系统以及第三方软件。最后一个是设置标签，界面设计非常简洁，并且呢，我们通过长按标签可以激活2级菜单。可以看到，除了应用和设置这2个系统级的标签，那么书架和书城这2大掌阅精选内容的入口呢，都是支持删除的。所以如果你不是掌阅用户，也可以放心买它。当然了，这些标签页呢还支持包括顺序调整在内的更多自定义。那么这就是海信 HiReader 搭载的系统。而在运行速度方面表现同样非常不错，它搭载展锐 T610 8核处理器，主频为 1.8G 赫兹，配备4G 运行内存以及64G 机身存储，运行安卓10系统。从实际体验来看系统本身的运行速度和其他主流阅读器相当，没有明显的响应延迟现象。第三方软件方面，我测试了几款阅读软件，比如说微信读书、掌阅都有足够好的运行速度。手机上常用的信息流软件，包括今日头条、知乎、微博，也有很不错的体验。总的来说呢，它的运行速度表现正常。开放的安卓10.0系统，加上海信对于墨水屏的良好优化，让我们在使用没有优化的安卓软件时，也有非常不错的体验。那么大体上，作为一款阅读器，我可以给大家带来的测试和体验，差不多就是以上说的这些因为时间关系这次呢我没有做这个续航测试但是呢它的电池容量达到了3000毫安时比很多更大尺寸的机型呢都要大，加上墨水屏呢只有在刷新页面的时候呢才会耗电，所以呢它的续航不用测就知道是非常好了。那么看我阅读器评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么墨水屏阅读器在纯阅读的情况下，小电池的机型优化一般的情况下，那么纯阅读呢也可以做到1周左右充1次电，那么更何况容量达到3000毫安时的这种小尺寸的阅读器，对吧？那么加上 USB-C 的充电呢很方便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可以彻底的摆脱续航焦虑了。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款综合实力很出色的小尺寸阅读器。那如果你刚好需要通勤、旅行出差这种外出移动阅读的话呢，那么它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这就是我对这款产品的测试以及总体的评价。好了，那么今天的评测呢就是这些了如果你觉得视频不错，千万别忘了帮我点个赞。那么更多的赞可以让更多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呢看到这个视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站在用户角度评测产品的少华有态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See you。